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追问正义之城，到现代社会建立法律制度，人类一直试图给正义画出一个清晰完美的轮廓。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所有人都完全满意的答案。有人认为正义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人认为正义就是保护弱者，惩罚强者；也有人认为正义就是多数人的利益。但现实世界往往比这些简单的答案复杂得多。一个人在遭遇伤害之后进行反击，他到底是在维护正义，还是制造新的伤害？一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严厉惩罚，还是应该保留基本的人格尊严？一个令人愤怒的事件发生以后，公众的情绪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判断？这些问题呢，没有简单的答案。而罗翔老师的这本《圆圈正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法律、道德、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思考。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告诉我们什么一定是正确的书，而是一本提醒我们面对复杂世界，人应该如何保持理性和良知的书。圆圈正义的全书呢，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理念展开，那就是正义就像一个圆圈，我们永远无法画出完美的圆，但不能因为无法完美就放弃画圆。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包含了非常深刻的人生哲学。因为人类最大的危险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错误，而是过度的相信自己掌握了绝对正确的答案。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容易表达观点，却越来越难进行思考。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之后，往往只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会形成巨大的舆论浪潮。一个视频、一段文字、一张图片，都可能迅速激发大众的愤怒。很多时候呢，人们还没有了解过完整的事件，就已经完成了道德的判断。比如，这个人一定是坏人，这个企业一定是欺诈消费者的，这个行为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等等等等。就在刚刚，太平洋又被日本灌进了7888吨的核污水。注意，这一次排放的不是普通核废水，而是直接接触过熔融核燃料的冷却水，携带的放射性氚总量高达 1.3万亿贝克勒尔。随着核废水入海，每1秒都在发生 1.3万亿次的放射性裂变。目前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彻底清除这类放射性物质，而且福岛排放的核污水常年浸泡熔毁的核反应堆芯，里面裹挟着多种高危放射性残渣。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正在把自己的情绪误认为是正义。罗翔在《圆圈正义》中反复强调，人类必须认识到自身理性的有限性。我们看到的事实永远是不完整的，我们掌握的信息永远是不充分的。因此，任何人呢都应该对自己的判断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批判错误啊，也不是说面对恶行的时候应该保持沉默。恰恰相反，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公众关注问题，需要公众表达态度。但是，表达态度和进行审判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普通人可以说，我认为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却不能轻易地认为我已经知道全部事实，所以这个人一定应该被毁掉。这两者之间是文明和野蛮的重要区别。近年来，中国社会中出现过很多引发巨大讨论的事件，例如一些网络热点事件中，当事人在事情初期往往会受到大量的网络批评甚至攻击，但随着后续事实不断的披露，人们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候，一个人从被同情者变成了被批判者；有时候，一个人从被谴责者变成了被误解者。这种反复变化其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公众如何面对未知。您的生活非常的简单，这点是大家公认的啊。说您是布鞋老总，今天穿的是也穿的是布鞋。一年的开销可能不会超过5万块钱。现在可能5万块钱也没有了，因为以前我抽烟，我把烟戒掉了。关键是年轻时候穷怕了。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因为掌握事实而愤怒，而是因为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事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理，因为人在群体中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这么多人都这么认为，应该不会错。然而，历史不断地证明，多数人的意见呢，并不天然等于正义。如果多数人的情绪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法律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法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激情和冲动之外，建立一种更加稳定、更加理性的判断机制。很多人对法律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法律就是为了惩罚坏人。但实际上，现代法治最重要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限制所有人的权利，包括社会大众的情绪。因为今天被认为罪不可赦的人，也可能存在事实并没有完全调查清楚的时候；今天被所有人认为应该受到惩罚的人，也可能拥有法律保护的权利。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很多人会问，一个坏人为什么还需要保护呢？但这恰恰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套规则。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令人愤怒，就剥夺他的基本权利，那么未来呢？当另一个人被错误指责时，同样的规则也可能伤害无辜者。法律保护坏人的权利，本质上就是在保护所有的普通人的权利，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站在被怀疑、被误解的位置上。圆圈正义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罗翔呢，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正义就是这样或者是那样，法律永远不会错，道德一定高于法律等等等等。相反，他提醒我们，人类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法律制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的判断也不可能永远准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追求正义。就像一个人画圆，如果因为知道自己无法画出数学意义上绝对完美的圆，就选择不画，那么他永远不会接近圆。而如果他不断修正自己的线条，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那么虽然最终仍然无法达到绝对的完美，但会越来越接近。正义也是如此。社会不会因为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正义就停止追求正义，法律不会因为存在缺陷就失去价值，人也不会因为存在弱点就放弃成为更好的人。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科技发展、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化，都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更加复杂。过去一个事件可能只影响身边几十个人，今天一个事件可能通过互联网影响几千万人的情绪，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表达渠道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人们面对复杂问题的耐心却可能越来越少。我们习惯快速判断，习惯快速站队，习惯寻找简单答案。但真实世界往往不是黑白分明的。一个企业失败背后可能有市场竞争，也可能有管理问题；一个个人犯错背后可能有恶意，也可能有成长环境、心理因素等复杂原因；一个社会出现问题背后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制度、环境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只追求一个简单的坏人，那么我们可能获得情绪上的满足，却失去了理解世界的机会。而圆圈正义真正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不要停止判断，但是要学会谨慎判断；不要放弃正义，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伪装成正义；不要因为世界复杂就选择冷漠，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愤怒就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正义应该非常简单，比如好人受到奖励，坏人受到惩罚，受害者得到补偿，加害者付出代价。但是当真实案件发生时，我们就会发现世界远比想象中更复杂。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身份，他既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违法者，既可能值得同情，也可能需要承担责任。而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些复杂的冲突中寻找一个相对公平的平衡点。这也是罗翔老师在圆圈正义中不断强调的观点。法律不是为了满足人们一时的情绪，而是为了在情绪之外建立更加稳定的规则。2016年发生的余欢案是中国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与道德冲突案例之一。案件背景并不复杂，
山东聊城一名年轻男子于欢，其母亲苏银霞因为企业经营问题欠下了高利贷，催债人员呢长期对其进行侮辱、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2016年4月14日，在派出所民警处理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随后于欢持刀造成多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案件发生以后，社会舆论出现巨大的分歧。很多人站在于欢这一方，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母亲受到侮辱，作为儿子保护母亲有什么错？面对欺凌，难道只能等待吗？这种情绪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从普通人的道德直觉来看，一个人在极端情况下保护亲人，似乎符合人性。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法律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于欢是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法律需要回答的是他的行为是否超过了正当防卫的界限。这就是法律思维和普通道德判断之间的区别。普通人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谁更可怜，谁更值得同情，谁更像好人，而法律需要考虑行为发生的具体过程是什么，危险是否正在发生，反击是否必要，使用的力量是否合理。因为如果法律完全按照情绪运行，那么社会呢最终会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那就是谁受到的刺激更大，谁就能拥有更大的报复权。而文明社会呢恰恰要避免这种情况。很多人可能会疑惑，难道法律不应该站在弱者的这一边吗？答案是，法律当然应该保护弱者，但是保护弱者并不意味着允许弱者无限制地伤害别人，因为一旦规则被突破，最终受伤的仍然可能是弱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在受到欺负之后，可以自行判断对方应该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那么社会呢，就会从法律社会退回到私人复仇社会。今天张三认为李四伤害了自己，所以张三报复李四；明天李四认为张三伤害了自己，于是李四继续报复。最终呢，社会进入一个无限的循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把私人复仇交给公共权力。过去人们靠家族、部落解决冲突，后来人们建立法院、警察和法律。这种变化的本质呢，就是让规则代替情绪，让程序代替暴力。因此，现代法律并不是没有感情，恰恰相反，法律最大的温度就是它能够在最愤怒的时候依然保持冷静。2018年的昆山反杀案同样引发了全国的关注。案件中，一名男子刘海龙与骑车男子于海明发生了冲突。冲突过程中，刘海龙持刀攻击，于海明夺刀后造成刘海龙死亡。案件发生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于海明。很多人认为，面对持刀攻击，如果还要求受害者冷静分析，那是不是对受害者太残酷了？这也是很多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现实中的危险呢，不会像法律教材一样发生。犯罪分子呢，不会提前通知我要开始实施犯罪，请你准备好防卫啊。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恐惧、慌乱、本能反应都是正常的。因此呢，现代刑法中正当防卫制度本身就是对普通人的保护。最终，司法机关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巨大讨论，是因为它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中国社会对正当防卫的理解正在改变。过去很多人担心，如果反抗会不会反而坐牢？这种现象被称为防卫过当困境。而昆山案件之后，社会更加关注法律不要求普通人在面对危险时能像旁观者一样冷静，因为真正面对生命危险的人不可能拥有上帝视角。这里又涉及圆圈正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任何价值都需要边界。支持正当防卫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但如果把它理解为只要自己觉得受到伤害就可以报复，那么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实中很多冲突的升级，就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我是正义的一方。一个人觉得自己在维护尊严，另外一个人呢，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利益，最后小矛盾变成大悲剧。这说明人在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认为自己错了，而是坚信自己绝对正确。
如果说余欢案和昆山案讨论的是人在受到伤害时如何反击，那么张扣扣案件讨论的则是另外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长期积累的仇恨是否可以成为复仇的理由？2018年，陕西汉中发生张扣扣案。张扣扣呢，因为22年前的一起邻里纠纷，对王家长期怀有怨恨。后来他杀害了王家3人。案件发生以后，社会出现了一些同情的声音，原因在于很多人关注他童年时期经历的不公，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目睹父亲受到伤害，并且多年没有得到心理释放，这种痛苦是否应该被考虑？这种讨论实际上触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人的过去经历会不会影响今天行为的责任？答案是会影响，但不能完全决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痛苦可以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那么社会呢将无法维持基本秩序。很多犯罪者都有痛苦经历，有的人童年贫困，有的人遭受伤害，有的人经历失败。但是社会不能因为理解一个人的痛苦就认可他的犯罪，理解不等于支持，同情不等于免责，这是法律最重要的理性边界。读《圆圈正义》之后呢，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罗翔老师并不是要求人们变得冷漠，相反，他承认面对不公呢，人们产生愤怒是正常的。如果一个社会面对邪恶毫无反应，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做到愤怒之后还有思考，同情之后还有规则，判断别人之前还要有自我反省。因为正义最大的敌人有时候并不是邪恶，而是认为自己代表正义的人。历史上很多的错误并不是由明确的恶人制造的，很多时候是普通人在坚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的过程中造成的。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计划生育等等错误的政策，这些今天看起来无比愚蠢的政策，但是在当年却是无比正确的。当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所以罗翔提醒我们，人必须永远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的信息是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法律，也需要秩序，更需要谦卑。今天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信息高度流动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观点，这是互联网带来的巨大进步，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所有人都拥有表达权时，如何避免表达变成审判？当所有人都可以批评别人时，如何避免批评变成攻击？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义时，如何避免正义变成新的伤害？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圆圈正义》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方向：保持善良，但是不要失去理性；追求正义，但是不要迷信自己的正确。因为真正的正义不是让自己永远站在胜利的一方，而是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仍然愿意寻找更接近真相、更尊重人的答案。真正懂得正义的人，往往首先怀疑自己，因为人性中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当我们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时，很容易认为自己拥有审判别人的权利。我们会觉得我是为了维护公平，我是为了惩罚错误，我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的。但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上许多的悲剧并不是由那些公开承认自己邪恶的人制造的，而是由一些坚信自己代表正义的人制造的。比如希特勒，比如斯大林，还有那个谁啊，对吧？这正是罗翔老师在《圆圈正义》中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地方。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因为最大的危险是有限的人认为自己拥有无限的正确。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道德去评价别人，却很少反思自己。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之后，评论区往往会迅速形成各种的声音，有人愤怒，有人谴责，有人要求惩罚，有人要求某个人或者某个企业付出代价。表面上看，这是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表现，
事实上，公众监督呢本身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公众关注，很多社会问题可能无法被发现。但是问题在于，监督和审判之间只有一线之隔。监督关注的是这个事情是否存在问题，而审判关注的是这个人是否应该被否定。前者需要事实，后者需要程序。而网络时代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跳过了事实调查和程序判断，直接进入了道德定罪。例如近年来一些网络热点事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人因为一句话、一个行为被截取片段后迅速传播，随后大量的网友开始攻击，这种人不配存在，必须让他社会性死亡，这种企业应该倒闭，等等等等。但是几天之后，随着完整信息的出现，人们才发现事情并不是最初看到的那样。然而呢，被攻击的人即使后来被证明存在误解，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生活。这就是网络时代一种新的伤害，也就是未经法律审判的社会性惩罚。罗翔在书中对于人的复杂性有大量的思考，他认为人性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善良的一面，当然也存在自私、嫉妒、愤怒，甚至是残忍的一面。文明社会的重要作用呢，就是通过制度约束人性中危险的部分。但是互联网创造了一个特殊环境，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非常的温和，但是在网络空间中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网络降低了责任感。现实中，一个人辱骂别人，需要面对对方的表情，需要承担冲突。但网络中，一句话发送出去只需要几秒钟，屏幕后面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于是人们更容易忘记那个被攻击的人也是真实存在的人，他有家庭、有朋友、有尊严，也会有痛苦的感受。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中出现过多起类似现象，一些公众人物因为争议事件受到大量网络攻击，有些企业因为产品问题遭遇批评，有些普通人因为一个错误的行为被大量的网友围攻。当然，如果一个人确实违法或者是严重伤害他人，受到批评甚至是法律制裁都是合理的。因为问题在于，批评错误和摧毁一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允许人犯错，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任何人犯错，那么最终所有人呢都会生活在恐惧之中。今天我们攻击别人犯下的错误，明天可能轮到别人攻击我们的错误。这是圆圈正义中最容易引起争议，也是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很多人无法接受。为什么犯罪嫌疑人也有人权？为什么坏人也需要保护？这种疑问呢，非常符合普通人的直觉，因为从情感上来说，他们天然希望伤害别人者受到惩罚，作恶者付出代价。但是现代法治恰恰建立在一个看似反直觉的原则上，那就是法律保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也包括那些被怀疑犯罪的人。原因很简单，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坏人，而是整个社会的规则。假设一个社会规定，只要大家认为某个人有罪，就可以处罚他，那么看起来效率很高。但问题是，如果判断错误了怎么办？如果证据不足怎么办？如果舆论被误导了怎么办？如果真正的坏人利用公众情绪陷害无辜者怎么办？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所以现代司法制度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宁可放过一个可能有罪的人，也不能错误的伤害一个无辜的人。这就是疑罪从无，它不是纵容犯罪，而是人类在经历无数历史教训后对权力的一种约束。很多人喜欢讨论结果是不是公平，比如一个坏人有没有受到惩罚，一个受害者有没有得到补偿。但是罗翔提醒我们，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不仅关注结果，还关注过程。因为如果只追求结果，那么为了达到所谓正确的结果，可能就会采取任何手段，而这正是危险的开始。比如，为了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意刑讯逼供吗？为了证明一个人有罪，可以隐藏不利证据吗？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那么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天被牺牲的人可能是别人，但明天就可能是自己了。
程序正义看似降低效率，但是它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因为普通人最大的安全感不是相信某个官员永远正确，也不是相信某个群体永远善良，而是相信即便面对强大的力量，自己仍然拥有来自法律规则的保护。除了个人事件，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于企业和商业人物的讨论呢，也体现出类似的问题。一个企业成功时，人们容易把它塑造成英雄；一个企业失败时，人们又容易迅速地把它定义为骗子。但是现实商业世界通常更为复杂，一家企业出现问题，可能有管理失误、市场变化、行业周期、政策环境、竞争压力等等等等。当然，也可能存在违法违规。但是如果没有调查，就简单的认为企业家都是资本家，或者是失败的企业都是骗子，本质上呢都是一种简单化思维。圆圈正义这本书提醒我们，理解一个问题需要事实，评价一个人需要完善的信息，判断一个社会现象更需要超越情绪。罗翔老师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他讲了多少法律知识，而是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高估自己的道德，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性，也不要高估自己看到的世界。因为每个人呢，都生活在自己的经验里边。一个贫穷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弱者，一个成功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奋斗，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愤怒。但是人的经验永远有限，我们永远无法站在另一个人的人生位置上啊！因为真正成熟的人呢，不是说没有立场，而是说拥有立场的同时保持谦卑。对于普通年轻人来说，圆圈正义呢，并没有让我们真正成为法律专家，但是让我们学会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第一，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信息时代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第二，不轻易把情绪当成道德，愤怒可以推动改变，但是不能代替判断。第三，不轻易把别人简单归类，没有人完全是天使，也没有人完全是恶魔。第四，永远保留自我反思的能力，因为真正危险的人不是犯错的人，而是不认为自己会犯错的人。读完《圆圈正义》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并不是获得了一套关于正义的标准答案，恰恰相反啊，罗翔老师也并没有试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什么人一定正确，什么事情一定错误。他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人类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而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拥有绝对正确的答案，而是在于他是否愿意不断地接近更好的答案。这也是圆圈正义这个概念最深刻的地方。圆圈代表完美，但人类呢，无法画出绝对完美的圆。可是不能因为做不到完美就放弃追求。人生如此，社会如此，法律如此，正义亦是如此。很多年轻人在刚刚认识社会的时候，往往会经历一种心理变化。小时候我们会相信世界是简单的，比如好人一定有好报，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努力一定会成功，公平一定会到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发现，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运行的。有些善良的人会受到伤害，有些努力的人可能会失败，有些错误不会立即得到惩罚，有些不公平甚至会长期存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面对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呢，就是变得愤怒，认为这个世界太糟糕，认为规则没有意义，认为善良是一种软弱。第二种选择呢，是理解世界的复杂性，承认现实存在缺陷，但仍然选择做出正确的事情。而圆圈正义告诉我们的就是第二种道路。真正成熟的人不是因为看见世界的美好所以选择善良，而是在看见世界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善良。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喝农夫山泉，以前不知道，现在通过网络才知道，农夫山泉的儿子竟然是美国籍。你在中国赚到钱，你跑到美国，中国跟美国多少有一点摩擦，将来你的子弹都会打到中国来。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去爱国。
现在我们喝水只喝娃哈哈，因为娃哈哈才是中国最知名的企业，也是最有良心的企业，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尊严。之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喝水只喝娃哈哈，